院长，你一定要挺住啊，院长！别太担心了，他们一定会尽力抢救他的。幸亏你们及时施救，否则的话，像院长这样的血友病患者，一旦割断大动脉，就等于去了鬼门关。看来，小红真的是痛下杀手了。不过她由于失血过多，能不能挺过来，就得靠她自己了。院长刚才还跟我们一起救火呢，院长肯定是火灾之后才遇害的。他先是被割了腕，后来又被吊起来，应该就是这1个小时之内发生的事。像院长这样一个成年女性，想要吊起来应该挺难的吧？一般的普通女性应该很难做到，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得这么干净利落。我想凶手应该就是欧浩辰了，所以之前的推断应该是正确的。欧浩辰用迷药迷倒了毕老师、李医生和沙彪，就是为了迷惑我们，让我们认为凶手是幼小的女性。可是伤了大动脉之后，完全可以让她在那里等死，为什么要把她吊起来呢？在古代，重刑犯被处死之后都会被吊起来，以谢天下。亚飞跟我说过，这个地方就是当年院长放弃小红的地方。他把院长在这儿吊起来，会不会是想向小红谢罪呢？他杀人都这么有仪式感，这个凶手也太变态、太狂妄了吧！他是有狂妄的资本。他先是放了一把火，让我们阵脚大乱，然后趁机去杀害方院长，最后赤裸裸的向我们挑衅。但是如果割了大动脉的话，不可能只流这么一点血。奇怪，这个仓库每个星期都会有勤杂来打扫的，怎么会有这么多沙土啊？这个，也许是孩子们弄的吧。我们家仨孩子都喜欢玩沙子。我也喜欢玩。孩子为什么会来这个地方？院长被害了，现在我们的保护对象只有温一君、许愿还有李姐了。李姐我已经派人保护起来了。如意、小婷，你们俩赶紧去保护温一君和许愿。亚飞，你去找吉祥，把孩子们看好。我跟大力继续去找欧浩辰。好，走。走。师姐。没事了。哎，我刚才看见罗森被叫走了，是不是又有谁？院长他遇害了。怎么会这样啊？小朋友，你知道温阿姨在什么地方吗？温阿姨刚才说她嗓子很难受，想回宿舍喝水就走了。走，去温一君房间。阿祥，你怎么了？你是说你的鞋没有穿，要回宿舍拿吗？好，我去帮你拿。还有呼吸。坚持住，坚持住！来人呐！救命啊！坚持住！这次又是割喉，不过所幸伤口较浅，位置也有点偏，发现又比较及时，应该还有救。我进来的时候，温一君还有口气。如果我早一点过来的话，他说不定就能逃过这一劫了。你把自己想得太强大了吧？凶手计划之缜密，行动之快速，都远超出你的想象。你就算早到几个小时，凶手也有可能在你面前行凶。温一君从小到大都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。小的时候，
是没人要的孤儿，长大了又被人打骂，后来又变成被人玩弄的舞女。他原本想放弃现在的生活，回续孤院里来做勤杂，安安静静的过完下半辈子。他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哎，不是你这干嘛呀？不是破案呢，有你这哭哭啼啼的功夫，这凶手可能又害人了。怎么样？我仔细查看了一下，他死之前已挨过2个嘴巴，甚至还有可能被人侵犯过。一定是欧浩辰，一定是他。他竟然还埋伏在旭姑院当老师呢，看上去善良开朗，原来是个人面兽心的畜生。1天之内，他接二连三对沙彪、方院长还有温义军下手，他到底还要害多少人才罢休啊？我们兵分2路吧，我跟大力去捉拿凶犯欧浩辰，吉祥如意、小田，你们去看着许愿和李姐，不能让他们离开你们的视线1秒钟，绝对不能再出现任何岔子，听见没有？涛儿，慈心续孤院的角角落落我们都翻遍了，就是找不到欧浩辰。你说这小子会不会已经不在续孤院了？不可能，我已经把续孤院的出入口都找人守着了，还安排了游动巡逻，不可能留下死角。最重要的一点，他还在继续杀人，所以说他一定还在这续孤院里。那他到底能躲到哪儿去呢？难道他会妖术，会隐身啊？我听院长说，当年小红等死的时候，他们曾经把小红关在后院小树林的一个小木屋子里。可是后院我已经找遍了，没有什么小木屋。再去找一下。好。不要杀我，我向你道歉，都是我不好。听大家说，这些年来，慈心续孤院有好几次因为资金的问题，差点办不下去了。全靠院长一个人到处募捐，这才勉强支撑到现在。如今，院长他生死未卜，续孤院又弄出了那么多起凶案、火灾，我担心这次会不会真的办不下去了。现在说什么都还为时尚早。放心吧，许医生，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，这件事一定可以解决的。一定要想到办法。这些孩子都是孤儿，如果续孤院办不下去了，他们很有可能就只能流落街头了。放心吧，还有我。不要杀我，我跟你道歉。桃儿，桃儿，怎么样了？打听到了。听续孤院年纪最大的马教人说，这个小树林以前是有一个小木屋的，是过去洋人们拿来存酒的地方。后来这片树林被一个好心人收买了，开办了续孤院。那间小木屋呢，就变成了杂物间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在10几年前，这个小木屋就被院长给封住了。后来因为年久失修，就塌了，连木头都被勤杂工用来当柴火烧了。所以现在这个小木屋已经不存在了。那应该就是这里了。可是这个地方，欧浩辰不可能藏在这儿吧？中国人喜欢喝粮食酿的酒，粮食酿的酒随便找个酒缸一存就行了。可是外国人喜欢喝葡萄酒，葡萄酒就得存在阴凉的地方。有钱人嘛，就得专门挖个地窖来存酒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儿可能有一个地下酒窖？找找看。大力，这是空的。来，是欧浩辰。大力，还有气，快去通知罗森。好。根据罗森的判断，欧浩辰跟沙彪一样，都是遭受了不足以致死的外伤，
真正昏迷的原因，是因为注射了过量的迷药。最重要的一点是，欧浩辰比沙彪遇害的时间还要早，也就是说，欧浩辰根本就不可能去伤害沙彪，更不可能去伤害院长跟温宜君。我们都被骗了，凶手还在虚谷院。可是，虚谷院里所有职工，我们也都一一验明了身份，也都一一排除了呀。你看，但凡有嫌疑的，不是遇害了，就是被我们看管起来了。我做了这么多年巡捕，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狡猾的对手。我就不信了，再高明的罪犯也一定有破绽，只不过我们可能有什么没有注意到的盲点。现在我们被凶手制造的烟雾弹迷得团团转，凶手可能正在笑呢。这正是我们的机会。凶手越得意，我们也就越有机会找到他的破绽。如意、小天，你们继续保护徐源和李姐。大力，你去帮吉祥看着孩子们，我再去排查一遍旭谷院里的教职工们。是。这是你的家人啊？对。哎呀，这旭谷院的案子一天不破呀，我就一天回不了家，想他们，拿出照片来看看。人家都用心思想案子的事情，你这可倒好，净想你家里那点事儿，你就不能让你老婆孩子稍微等一等？看我有老婆孩子，嫉妒我呀？哼！哎，当然了，我也理解你，你呀光棍一条，你要想也没得想，是吧？神经病！嘿，就我这仨孩子，透着一股机灵劲儿，尤其这老二，今年刚7岁，刚上初小。我们的邻居啊，看见他，哎呦，都夸你们家这孩子呀，一定以后是做学问的。哎呦，可不是嘛！那别人家的孩子一放学，啊，书包往床上一扔，撒丫子就出去玩去了。我们家这孩子，就缠着我跟他妈，让我们给他讲书里的故事，什么司马光砸缸、孔融让梨啊，曹冲称象啊。如意，你啊，多花点心思在正事上吧。这个仓库每个星期都会有勤杂来打扫的，怎么会有这么多沙土啊？也许是孩子们弄的吧。我们家这仨孩子都喜欢玩沙子。老婆，上次我升职没成功，让你失望了。这次如果我把旭谷院的案子给破了，亲手抓住凶手，我一定能够立功升职。你等着我。田儿，我给你句中肯的话，别整天做你的春秋大梦，多花点心思在正事上面，说不定能找到一丝线索呢，好吗？哎呦，我有点内急，我先去方便一下。那个这儿就交给你了啊。你上厕所还带棍子呀？凶手再变态也不至于在厕所里袭击你吧？这点胆儿还当巡捕？田巡捕毕竟是3个孩子的爹，要养活一大家子人。他保护好自己，不也是对家人负责吗？原来是你！不要杀我！猫巡捕，田巡捕怎么还不回来？不会有什么事儿吧？他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懒驴上磨屎尿多。小孩，别杀我！别杀我！你们在这别动，我去看看。小心点儿！
去，快去拿！是。小天哥，小天哥，你再坚持一下，我们这就送你去医院。小天的伤，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吧？这个很难说，幸亏是贯穿伤，没有打中要害，这是不幸中的万幸。凶器是他丢的那把枪吧？从伤口形状来看，凶器应该就是7.65毫米口径的 M1903手枪，也就是田角田丢失的那把配枪。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，可是我们只有尽快抓到凶手，才能给小天哥报仇。尽快。罗森已经送小天哥去医院了。头儿，这是刚刚小天哥死死拽在手里的袜子，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拽出来的。受了这么重的伤，还会拽着一只袜子，他一定是想告诉我们什么。袜子，沙土，小天哥到底想暗示什么呀？这条线索一定跟凶手有关。这几天已经有6个受害人了，他不可能没有留下任何证据，一定是我们遗漏了什么。这样，我们分成2组，再一次的回到案发现场，再检查一遍。亚飞，你去告诉吉祥，让他跟如意一组，去院长和温义军的遇害现场。我跟大力，我们去沙彪和毕老师的遇害现场。亚飞，一会儿在毕老师的遇害现场集合。出发。没想到一眨眼的功夫，小田哥就出事了。他平时人那么好，希望他吉人自有天相。放心吧，天哥不会有事的。头说的对，只有抓到凶手，才能替他报仇。可是线索这么少，到底该从哪里入手呢？我们试想一下，把所有的线索串联到一起。天哥说，沙土还有袜子，会不会是在暗示之前院长被害的现场有某种线索？按照罗森的说法，这个凶手对人体的构造很熟悉，即使不是个医生，也是个懂得医术的人。他之前一直用手术刀杀人，这就证明用手术刀杀人是他认为最方便的方法。可是为什么在杀死沙彪的时候，他换了这把匕首？这把匕首也很古怪，你看，这儿还有个环，跟我们以前见过的匕首不太一样。会不会这个不一样，对凶手有什么特别的用处？这就是天哥说的沙土吗？我记得李姐之前跟我说过，旭姑院近阶段一直在丢袜子。这周都丢了第3次袜子了。丢袜子了？是啊，也不知道是谁干的。这贼也真够奇怪的，别的不偷，专偷人家穿过的旧袜子。难道是凶手偷了袜子？可是他偷袜子做什么？天哥拿着的袜子里面装着沙土，难道说这个袜子是从凶手那儿拿来的？可是他设计这么复杂的机关，又是做什么呢？
珊珊被打晕之前，在窗外发现了一根细线。就在他要去拿这根细线的时候，凶手就把他打晕了。这只能证明一点：凶手不想让我们发现这根细线。这条细线应该隐藏着重要的犯罪线索。细线，带环的匕首有什么联系呢？我明白了，这根细线就是拿来穿这个环的。但是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又不是表演杂技。凶手是故意制造出力气很大，能在短时间之内把院长吊起来的假象，想让我们以为是欧浩辰。如此看来，凶手应该是一个力气非常小的人。我想到了，难道是？不可能啊！可不可能？我们现在去温一军被害的现场，做个推理，自然得知。案发现场还有一个疑点，就是窗前的这根蜡烛。这有什么奇怪的？蜡烛不就是拿来照明的吗？旭姑院已经通了电了，按理说是不需要再照明的。就算他要半夜苦读，也不需要把这根蜡烛点到窗台前。说的没错。就算他要看书的话，他也应该是把蜡烛点在桌上或者床旁边，怎么会点在这儿呢？所以我们都忘了一点：蜡烛不仅可以用来照明，还可以持续燃烧、点燃一样东西。在拍卖会现场，欧浩辰一直没有来。许愿收到欧浩辰的字条也离开了。温怡君中途也离场了，这会让我们误以为他们3个人有足够的作案时间，好让我们把作案嫌疑转向他们3个人。说不定，凶手恰恰就是那个完全没有作案时间的人。按你的意思，也就是说，凶手很有可能就在拍卖会现场，甚至他会强调自己一直在拍卖会现场。当我进到那间屋子的时候，发现温怡君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，他当时还是有呼吸的，于是我赶紧去救他。可当我拿了墙上的药箱准备去救他时，发现他已经血流如注，没有了意识。同样是割断血管，院长遇害的仓库血迹很少，为什么这儿的血迹就很多呢？而且更奇怪的是，院长他有血友病，这种病打娘胎里就带着了，就是血液凝结得很慢，如果受了伤就很难愈合的。所以说院长流的血应该更多才对，可为什么反而是温怡君流的血比他还多呢？难道这血？凶手一定是他。毕老师遇害时是凌晨4点，大家都还在休息，会是什么人可以随意出入员工宿舍，还不会被人怀疑呢？那就是旭姑院的人了。可是旭姑院里所有的教职员工，我们都已经一一排查过了呀。对呀，我们排查的都是教职员工，但在这旭姑院里还有一群人可以在任何时间出现在任何地方，都不会被人怀疑的。就算我们去怀疑他，也没有人会相信的。我知道凶手是谁了。谁啊？谁是凶手？亚飞，你快去医疗室保护李姐和许愿，快走！谁是凶手啊？他该不会又去杀人了吧？醒醒！哎，醒醒！醒醒啊！里面一个人都没有。小红，你在哪儿？都是我的错，不要杀我！小红，小红，不要杀我！小红，小红，小红，你在哪儿啊？你不用威胁我们，
其实我很早就想见小红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她。你觉得他会在哪里？后院墓地，他们一定在那儿。小红，小红，住手！你别装了，我们知道你会说话。小红，一切都已经结束了。你怎么知道我是小红？你开口就把自己出卖了，你分明就是女扮男装。就算我是女扮男装，那也不能认定我就是小红啊。虽然你假扮成男孩，但是你的声音骗不了人，所以你一直把自己装成哑巴。可是你忘了，沙彪还知道另一个办法可以辨识出小红，就是你身后的胎记。好，就算你们猜得对，就算我真的是小红，那也不代表我就是杀人凶手。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我杀人？杀害院长的事儿，我根本就做不到。以我的体型，怎么可能短时间内就把院长吊起来？李姐跟我说过，虚姑院隔三差五的就会丢很多袜子。你把那些袜子装满沙土，做成一个个小沙袋，再陆续带到作案现场藏好。然后，你又用笋木把绳子固定在柱子上。你事先一定仔细地做过实验。你知道利用小沙袋的重量进行叠加，就可以轻易地将院长吊起。最后，你只需要在火灾时趁乱把院长引到仓库里，就可以进行你的计划。可惜，这样精巧的设计，恰巧暴露了你的身份。如果凶手力气很大的话，就根本不需要用笋头，只需要把绳子直接绑在柱子上固定就好了。你的想象力真丰富。你作案之后，为了掩盖真相，需要把那些沙袋处理掉，但因为沙袋的数量太多，全部就地倒掉，你怕会引人注意，所以你只把一部分沙子倒在了仓库，而另外一部分，你打算偷偷倒在仓库边的沙堆。小天就是想到了这一点，才去沙堆找线索，结果就刚好撞见你正在把袜子里的沙土倒出来。他中枪以后，手里还一直紧紧地握着一只装有沙土的袜子，就是在暗示我们你杀害院长的作案手法。那沙彪呢？他遇害的时候，我根本就不在现场。吉祥就是我的人证。你只是利用吉祥来帮你制造一个不在场的证据而已。你迷昏沙彪之后，并没有刺伤他，而是用这把带环的匕首，精心布置了一个局。你事先准备好了细线，一端吊上重物，固定在窗外的树枝上，另一端穿过匕首。你把匕首拉进来，悬挂在沙彪后背上方。最后，你在窗台上点燃蜡烛，并把一侧的细线压在蜡烛侧面。蜡烛的长短你事先试验过的，你知道半个小时之后，细线就会被烧断，连接绳子的匕首就会自动坠落，刺伤沙彪。细线因为重物的拉扯，会自动落到窗外的树丛里。这也就是你为什么要袭击娄珊珊，夺回那条细线的原因，是因为你不想让你不在场的证据露馅。玄武先生，你的这个故事真精彩。那温宜君呢？你杀害温宜君，是最残忍的一种手法。
你为了制造不在场的证据，故意叫吉祥陪你去房间拿血。当时文一军只是被你用迷药迷昏。我进去时看见他用手捂着脖子，是你为了不让我看见他脖子上根本没有伤口，你知道院长的血不会很快凝固，所以你就利用院长的血，伪装成温宜君已经被害的样子。然后你趁着吉祥转身去取纱布和止血药的间隙，飞快地用事先藏好的手术刀割开了文一君的颈部动脉。也就是说，你是当着吉祥的面对温宜君行的凶。没错，都是我做的。李医生、方院长，他们是15年前疫病事件的罪魁祸首，他们死有余辜。毕老师，他眼睁睁地看着我一步步走向死亡，却见死不救，那我索性就让他彻底变成个瞎子。剩下的彩虹、五子，他们间接地夺走了我活下去的权利。我不杀他们，我也不能让他们活得那么痛痛快快。为什么15年前的疫病被抛弃的那个人是我？我做错什么了？明明有7个人，为什么要选择我？他们欠我的，我要他们统统的还给我！都别过来，再过来，我就立刻杀了他们2个。小红，你不要冲动，你不能再杀人了。都走开，不要逼我！弄伤欧浩辰的应该是你吧？我本来不想伤害他，但他竟然发现了我的底细。阿祥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哎呀，这个地方已经荒废10几年了，不是你该玩的地方。来，我带你回去吧。你干什么？你是谁？15年了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小绿。你是小红？没错，我就是小红。你杀我！15年前我就该死在你们手里了。小红，对不起，请原谅，15年前我没有救你，对不起。小红，你已经做错了那么多的事，别一错再错了。说得好啊，反正我已经害了那么多人了，再多害几个也无所谓。都别过来，再过来我就立刻杀了吉祥。好了，把枪放下，省得自作傻事。小红，我劝你不要再做傻事了。你们使诈！开枪了！走！别动！起！没子弹，走！别费力气了。M1903博朗宁手枪一共只能发7颗子弹，已经全部用完了。小红，你走投无路了，投降吧。你们都别过来！15年前我就走投无路了。你别执迷不悟了。只要你肯悔过，我们一定努力帮你减刑。这15年来，我一直在为复仇而活。我千辛万苦从一个医生那里偷学了一些医术，为的就是这一刻，用自己的双手为自己讨回公道。我杀的、害的，都是对不起我的罪人，这是他们应得的下场。他们顶多是对不起你，而你却伤害了那么多人，你才是真正的罪人。不，我没有罪，我根本就没有做错。
本来我没有吃药，早就该死了，但是我竟然硬挺了过来。你们看，连老天爷都觉得我命不该绝，应该活着回来报仇。你错了，你没有死，不是因为你的命大，是因为小青把药让给了你。你胡说！小青当年明明吃了药的，她是自己看不过去才死掉的。不，小青就是因为没有吃药才死的。你们两个关系最好，你也应该清楚。小青比我们都大，她体质一向比我们好。我亲眼看见，当年李医生发给我们6个人的特效药，小青根本没有吃，而是偷偷地藏了起来。那天晚上，小青趁夜偷偷溜出了隔离病房。他回来后，我问他去做了什么，他起先不肯说，我便威胁他。这么晚，你去哪里了？说要把他不肯吃药还偷偷跑出去的事情告诉院长。小青没办法，只好告诉我了，但他叫我一定要保密。原来小青是出门找你去了。小红，小红。小红，小红，你醒醒！我不想你死。小红，你醒醒！小红，不要死！小红，小红，小红，你撑住！小红，吃下去。小红，小红，你不要死！另一个，你们还是都该死。这个世上，只有小青一个人是好人。